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阿德知道的事更多。他感觉雨中还掺杂着细小的碎冰，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。现在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下山去。正当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失温时，在草丛对面的半山腰处，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岩石缝隙。这地方的大小刚好可以让他躲在里面，不过他要先将洞内的岩石清理出去。看情况，这场雨还会持续很久，于是他开始用碎石在岩石缝隙处搭建墙体。现在空气中的湿度很大，他认为今夜这里一定会迎来巨大的暴风雨，他也必须要在夜晚前将庇护所改造完成。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区正在下雨，那你就在评论区里吱一声，或者打出来一个雨伞的表情。据说高级一点的设备打出来的雨伞上面，我的就没有。我想看看都有谁和我的雨伞一样。庇护所的墙体打造好之后，他从旁边找来了苔藓。这东西不仅非常柔软，而且能防湿防潮。如果夜晚迎来大暴雨，用苔藓填充过的石墙就可以将雨滴隔绝在外面，不会让它渗进来。之后，他用泥土在墙体中间的漏风处开始打造泥炉。可别小看这个装置，这可是他今夜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。中伯利亚这个季节夜晚的温度还能达到冰点，再碰到暴雨冰雹，这种湿冷刺骨的感觉比在零下20度的雪山还要大。而他在哈拉族学习到的这种泥炉建造，就能完全解决今夜湿冷的问题。这种搭建在庇护所外的泥炉非常安全，将泥炉点燃之后，大量的烟雾会从上方的洞口排出，而到了夜晚后，寒冷的空气通过泥炉的高温加热，再吹进庇护所内，庇护所里面就会得到暖气。只要柴火充足，他的庇护所内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暖风吹入。经过半天的努力，他的庇护所现在已经搭建完成。于是阿德将背包拿进了庇护所，他将毯子铺在了地面上，然后拖鞋坐在了里面。此时的他感觉非常舒服，可就在这时，雷声由远至近的响起。暴雨可能快要来了，他现在要吃一些东西补充体力。这种豆子罐头是他在野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，它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吃完之后饱腹感很强。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豆子里面加了很多的辣椒，一口下去就会让身体暖和很多。而就在此时，天空的乌云密布，雨也开始变大了。此时的阿德非常疲惫，他已经2天没有好好的休息了。现在的他也终于可以让身体放松。巨大的岩石为他提供了非常好的保护，门口的篝火持续为他提供着暖气。虽然外面雷雨交加，但躲在他亲手搭建的巨石小屋里，他今天也终于能好好的睡一觉了。